真的，下次我单独请你吃好吃的。哎，不用，平时啊，陆军吃什么我就吃什么，只要跟他在一起，吃什么都行。啊，哎，你看人小林啊，深明大义，温柔似水。陆军，好福气啊！哎，服务员，上菜。其实他家这肉还是可以的啊，还挺新鲜。老公，我接个电话去啊，不好意思。哎，你小人保密工作做的可以啊，什么时候认识的？我怎么不知道呢？爸妈介绍的。他爸跟我爸是老战友，说是当初定的娃娃亲。那你这什么意思呀？我跟你说啊，你要觉得还行的话，你就别老摆出这种抵触的情绪啊。爷们儿点儿啊，别到最后两边都不自在。我吧，就是觉得无所谓，跟谁结都是结，婚姻嘛，就那么回事儿吧。什么叫婚姻就这么回事儿呢？就像你跟何大爷，当初我觉得你俩可是太配了，可结果呢，还不是离了？这边去啊！我这说你的，怎么绕我这儿来了？哎，说起何大爷呢，我还有个事儿想跟你说。你们这婚礼筹划的怎么样？不知道，这事儿又不归我管，你得问小莲去。你问这事儿干嘛呀？嗨，还是我们家何大爷。这何大爷抽风了，把工作给辞了，非得要创业自己开家公司。这公司不是刚开吗？缺客户。哟，可以呀！何大爷都自己开公司了，干什么的？婚庆。哦，明白了。我是没什么问题啊，关键是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是小玲操办的，我得跟她商量一下。不过你放心了，跟她说好了，她呢操办归操办，但最后拍板呢还是我。那我就提前谢谢你。跟我就别客气了啊。就这样啊，先不说了啊，拜拜。呀，你俩在说什么呢？怎么都乐呵呵的？没什么，说你那婚礼呢，不是替你们高兴吗？哎，对，小林啊，你们这婚礼筹划怎么样？哎，别提了，我们连婚庆公司还没选好呢。这不巧了吗？这不是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正好认识一个搞婚庆的啊，他刚办一公司，怎么着？我介绍给你啊。哎，可是刚开啊，那会不会没什么经验，也没有作品啊？这你放心啊，他以前可是在一个顶级的婚庆公司里面做策划啊，那在业内的名声是响当当的。是吗？啊，哎，你们陆军知道？老公你也认识啊？男的女的？女的。女的，那以前怎么没听你说过啊？你们怎么认识的？哎呀，是罗尚的前妻啊。你问那么多干嘛？人家就一个干婚庆的，你要愿意就愿意，不愿意就拉倒。哎呦，我没有什么不愿意的。哎，可是老公，前妻离过婚的，会不会不吉利呀？你这怎么说话呢？哎，陆军，真没事啊！你们这新婚是吧？有点顾虑，正常。哎呦，老公，你别生气嘛，我不是有意的。我的意思啊是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去他公司先看一下？因为现在有些婚庆公司吧，一看它的规模还有装修格调啊，大致就可以知道它好坏，是吧？我们呢就先去他公司看一下，然后再做决定。而且正好现在有一家婚庆公司啊，想包办我们婚礼，也好正好做个对比，顺便压价，是不是嘛，老公？哎，陆军，你看人小林想的是不是就比你周到？是不是？哎，想换公司是吧？没问题，我赶紧跟你约啊。哎呦，太谢谢了。哎，我应该谢谢你。来，祝你们新婚快乐。谢谢。哎，来呀。吃吧。吃。
哎，现在已经过9点了，按照合同我是可以自由使用1楼的。知道，没说你。上吧，谢谢你啊。哎呦，嘿，我发现你这个人脾气也挺怂的。哎，你怎么不拿怼我的劲儿怼他们呢？不是这能一样吗？人家干活是来帮忙，你是添乱。走开！我添什么乱了？要没有我，你这房子能装修的这么完美？所以我还得谢谢你的大恩大德，你功德无量呗。你也能这么理解？臭美吧你！哎，干嘛？搬家倒计时啊？啊，你这么一说还提醒我，我还真得标记一下。哦，得下一个。洋洋就喜欢看我在这日历上画圈圈，因为每一个圈就代表我一个工作。这圈圈多了之后啊，这孩子看着心里就踏实。不是，问题是你这圈能瞒得住，钱能瞒得住吗？这每天吃喝拉撒的，哪样不用钱呀？嗨，能瞒一天是一天呗。孩子还小呢，以学业为重。你说我这当爹的也不能让孩子替我操这心，这叫哄孩子，知道吗？得了吧，就你那孩子鬼精鬼精的，说不定人家早就已经知道了。啊，对了，我明天不来了啊，你可以自由使用这里，你放个假，我去买家具。买家具啊？哎，那我得跟着去啊。干嘛？真把自己当监工啊？不是，你说你这房子装修的抠抠搜搜的，当然你是房东啊，怎么装修是你的事儿。我跟你说，买家具里边学问可多了，一些家具里边甲醛超标特严重，吸几口就致癌。反正你也要搬走了，致癌也是我致癌，我中毒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那可不行，那我住1天也是住，那毒气吸一口也是毒气的。再说了，我也得为我儿子的健康着想。反正我有车，我就送你去吧。你要是觉得欠我，你可以付我钱呀。反正我缺钱，你缺车，这叫拉动内需，互惠互利，这不挺好的吗？哎呀，你要这么一说呢，我也不拒绝。明天早上9点钟，我家楼下接我啊，我给你发定位。对了，不许迟到。垃圾收一下哈，谢谢。来干嘛？认识啊，不就你的好基友陆军吗？真的呀？哎呦，太好了！行，哎，可是我那个工作室还没装修好呢。行，行，好嘞，谢谢啊。行，完了我让他们联系你啊。好嘞，挂了。喂，你听好了啊，明天早晨9点钟准时工作室集合，开会。干嘛呀？画画啊？干嘛看不出来呀？哎，行行行，我来吧。你那小个儿还挂画呢。来，够了。刘丹，姐姐，你能不能快点擦？你上午就干这一样活了。已经很快了。不是你说你挂画有什么用啊？人来了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。那人家下午来了，你说我们就这么清汤挂面的面对人家呀？
没座了，你待会儿这么，你从你屋先拿个沙发下来，对不对？得了。怎么还算计上我了呢？哦，行，谁让我这么仗义呢？我那小沙发就暂时借你用。哎呦，你沙发有什么用呀？婚庆公司总得有几件像样的婚纱来撑场面吧？现在没有，招牌没有，宣传画没有，什么装饰品也没有，要有什么没什么。人家是来谈业务的，又不是来公司做客的，为什么非要看你办公室啊？就想看你专不专业。要有什么没什么，看什么？不是，那你说怎么办？人马上就要来了，那我总不能跟他说，哎呀，这次你结婚都担待，下次你结婚的时候，我一定给你弄个好点的办公室。我告诉你啊，这是我们新公司第一单客户，要是敢给我弄黄了，就给我走。这样吧，这事儿交给我了，你就别忙活了，等我电话吧。哎，我说等什么电话呀？你这逃避劳动！哎，那我还干不干？废话，当然干了。哦，来，你帮我看看这画。喂，石头，你家大爷现在有难，轮到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。我说你们离不开我吧？这不有事还不得找我？晚上就要健康活，我现在过去帮着装，那也来不及了。谁让你去装了？就我们那小破地儿，铺上金子也不嫌阔，楼上还住着人呢，那谁都能看出来是个皮包公司。大业公司怎么皮包公司了？亏你还副总经理。行了，我现在没工夫跟你辩论啊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找一办公室。我本来想让我爸帮忙的，我想来想去，我就不想求他。你问问你妈，看她能不能把她那公司腾出一下来。我妈你还不知道？我说，哎，妈妈，你能不能把你那个公司借我装一下？她把大业家谱都能翻出来，啊，就这晚上去见客户的时候，全程还得跟着盯着。也是哈。对呀。而且你妈那公司都是格子间，我记得。也不像是干婚庆的。哎，你有没有什么开公司的朋友啊？还真没有。你怎么那么没用啊？你有，你有你还找我？我这社交圈子那么简单，哪会认识你？哎，你还真别说，我倒真有个朋友，虽然不是开公司的，但是人脉倒挺广的，说不定他能帮上忙啊。哎，你还有人脉广的朋友呢？谁啊？我见过吗？小爷厉害着呢，少在这八卦。等我信儿啊，走了。这刘丹怎么还不来电话？人家这才走多久？你说你着什么急？当然着急了，开公司就是为了赚钱，谁像你啊，无业游民还能那么心安理得？对不起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这人说话不把门，别生气哈。没事，说的也没错。你说这世界上丢了工作还能心安理得的，除了我估计也没谁。来，搭把手。哎，要不你跟着我干吧？跟你干？反正你现在也闲着，我们公司谁也得招人，也算赚点钱吧，保你吃香的喝辣。你说你这一婚庆公司，我做模特的能干什么呀？婚庆公司怎么了？那你当个形象代言人？哎，形象代言人好啊！那你给我说说，你们公司形象代言人需要做什么呀？干点什么？反正就跑跑腿儿，开车，平时拖个地啊，倒个水啊。你不会做饭，给我做个饭也行。你这是形象代言人还是服务员啊？不干。哎呦，钱不赚王八蛋。工资多少钱？屁屁。
好好聊聊啊。就这么定了哈。我人脉再广，那也都是顾客，关系就是人家给钱，我给酒。还有，我跟你到那两肋插刀的地步了吗？你让我帮这个忙？好像是没那么熟啊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欺负你了呢。来，喝杯酒吧。啊，你不帮我想想办法？你说他现在好不容易找个客户，现在正高兴呢，我就是不想让他失望。你每次来我这不是咨询就是许愿，把我这当庙了，怎么不见你还愿啊？对不起佳佳，我是真想不着办法了，身边也没什么朋友。论神通广大，除了你，我还真想不到别人。算你运气好，我就是善良的化身，慈航普渡，给你指条明路吧。但是啊，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只要能帮着何大业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。你不说你是干婚庆的吗？他不也是？这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呀，就装装勤快，晚点下班，晚了之后公司不就空出来了？真不愧是菩萨，我现在就回公司，这回一定还愿。啊，我走了。想还愿哪有那么简单？拿你自己来换吧。哎，一起去呗。可以。上班了。还不走啊？哦，这点资料弄完我就走了。干嘛呢？这么刻苦？笨鸟先飞嘛，不是？行，那我先走了。行，明儿见啊，拜拜。妥了。左转啊！哎，咱们到底要去哪儿？你跟我说个地儿就行，我哪儿都认识。你不用，我给你指路就行。该拐弯的时候我告诉你。猛哥，得亏有你，要不然今天我估计谈完事儿得挺晚的。老何一人回家特别不安全，是吧？对。哎，别误会啊。猛哥呢，现在正式的成为咱们公司的员工，也是咱们公司的形象代言人。对。哇，形象代言人呢？合适，特别合适。哎，就你这形象往那一站，你吸引多少小姑娘呀？不过可惜了，咱们婚庆公司来的人都要结婚的，也只有眼馋的份儿，是吧，老何？哎，你的地儿找的到底靠不靠谱？还有，你的客户到底联系的怎么样啊？你就放心吧，我办事什么都不靠谱。是，哎，你右转。哎，这条路怎么越走越眼熟啊？咱们先去街上拾涛，这不人多，显得对客户特别重视吗？放心，一切尽在掌握。一切尽在掌握是吧？够气派的。谁的主意？说话！哎，咱别发火来，我的主意。我唆使的。哟，这个时候了还知道讲义气啊？我是不是应该给你们俩的友谊点个赞啊？哎，你干嘛去啊？你说我干嘛？你不着急要个办公室吗？这不就现成的吗？你这跟私闯民宅有什么区别啊？他
胡闹，你也跟着乱来啊？还有你怎么把我带这儿来了？不是，大爷，咱别那么轴行吗？打开门做生意，谁还没干过几件出格的事儿啊？再说了，现在火烧眉毛，咱先把这事对不过去，你再发火呗。这叫出格吗？这叫犯法好吗？我现在不是这个公司的人了，哎，我那名字是不是还在墙上挂着呢？我随随便便用人家的公司，我这叫盗窃，法盲。我电池怎么还不来啊？啊，要走就走吧，反正这事儿跟我没什么关系，大不了就白费功夫呗。有些人看看那卡里余额，看自己还能撑多长时间。可不就是嘛，反正咱俩不缺钱，不愁吃不愁穿的，有没有客户跟咱俩有什么关系啊？对，那当然没关系了。客户谁衣食父母，谁自己心里清楚，是吧？就是，咱操这心干嘛？对，那走吧。客户几点到？哎呦，你看，马上就到了。要不就这么着吧。新婚快乐！谢谢。大爷，咱们这好久没见了。对啊，我还怕你认不出我呢。我哪敢认不出你啊？这3年没见，你又变漂亮了。得了吧，别损我啊！这位是新娘子吧？你小子艳福不浅呀，找这么漂亮的女孩。何总，会议室已经准备好了，里边请。来，跟我来这边。你坐吧。哎，老公，要不你出去转转呗？这里我跟何姐聊就行了。而且婚礼这件事儿你也不懂，搭在这多心烦呀。先生，我带您去休息室。好。去陪陪吧。这边。胡总有事吩咐啊。啊。要不你去看看吧。好，行，那你们好好聊啊。请坐吧。何小姐，罗畅和我老公你都认识，那既然大家都是朋友的话，那咱们就再商言商了吧。我也不瞒着你，其实还有一家公司我也正在考虑中，所以说你们谁最后给的 idea 能打动我，我就会选择谁。我特别能够理解，毕竟结婚就这么一次，又不像买鞋子、买衣服不合适了，咱下次再买。所以呢，一定要选择最合适自己的。对了，您想要办什么风格的婚礼呀？当然是梦幻公主的主题啊，这还用得着问吗？这样的主题最符合我的气质了。对。可是梦幻公主，咱公主也有中国公主、印度公主，还有欧式公主。哎，我要欧式公主。我要大裙摆的婚纱，就是后面拖尾很长的那一种。我还买了顶镶满各种五彩斑斓水晶的王冠，准备戴呢，一定很好看。对了，我这儿呀有几个方案，您可以先选一选，看看有没有你特别喜欢的。今天跟何大爷来的那男的谁啊？公司新招代言人。不是说不招人吗？你们家何大爷的主意，又不是我，你冲我瞪什么眼呀？你说好帮我留意着，你这招人你又不叫我。行了，这男人条件没你好，离过婚，还带着孩子。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不对啊，你今儿不陪你们家何大爷到最后吧？哎呀，我也想啊，帮我弄弄。这主意是我朋友给我出的，怎么着我也得谢谢人家，是吧？哎，对了，有什么情况通知我啊。别想。你有情况吧？何小姐，你们的点子一点创意都没有，那我找你做跟找别人做有什么区别？啊，是这样的，其实这些就是一些小样儿，我们是根据您的情况量身定做的，你放心吧，一定是最漂亮的婚礼。漂亮这方面，只要把钱花下去了，谁都能办得好。哎，你不要以为你跟我们家老公认识就一定会是你来做啊！你刚刚也看到了，婚礼这方面，
我老公都听我的。啊，这点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按照您的要求来的。哎，您这个方案要是不喜欢的话，我看这里还有第2套方案、第3套方案，咱们多看几个，咱好好商量一下。您看看。行吧，行吧。不过何小姐，这话我得先说，要是我所有的方案都看完了之后，我还是没有满意的，我是不会考虑你们的。啊，当然当然。这结婚是2个人的事儿，怎么不商量着来啊？嗨，其实都是女人的事儿，有我没我都一样。反正我也没什么意见，她喜欢就好。结婚是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儿，可以体谅一下。哎，你这个 T 恤哪儿买的啊？这个呀，网上买的，我儿子特喜欢，所以我买了2件当亲子装穿。你看过这个动画片？看过呀，陪我儿子看的。我跟你说，其实这个动画片没有拍完，真正的结局是他们2个为了躲避通缉，一起驾驶飞船去了双子星。1个月过后回来才发现地球已经过了30年。后来他俩找到了已经40岁的皮皮鲁，虽然说是重逢哈，但也是物是人非了。你要是这么喜欢舒克跟贝塔，为什么不办个主题婚礼？主题啊，婚礼还可以这么办？当然了，哎，你看网上好多照片跟视频，人家的主题婚礼特别有个性。你喜欢什么样的主题，就可以办什么样主题的婚礼，而且多有意义。不好意思，何小姐，你们的方案一点都没打动我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样您还有什么想法，你可以说出来呀，我们一起去讨论，说不定还有新的灵感呢，对吧？那都听我的想法，那要你们婚庆公司来干什么呢？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了。大爷，卡通主题婚礼能办吗？什么卡通主题啊？舒克跟贝塔。舒克贝塔？啊，就是你喜欢的那个。舒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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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飞机的舒克。哦，就是那2只正义的小老鼠是吧？对。不是，你就告诉我能不能办，能办的话，咱们这事就定了，我说了算。你不是说能吗？是能啊，你们俩不用再商量一下吗？哎，就是啊，老公，而且是2只老鼠，是不是太奇怪了？你不是想要创意吗？人家这不就是创意啊？你再说别人家又没有，哎，就这家了啊！哎，可是，可是什么呀？可是啊，从始至终我什么事情都听你的，这事情就听我一回。大爷，这事就拜托你了。放心吧。谢谢。下次来试试其他味道的啊。好的，谢谢啊。哎，佳佳，哎，你来了。啊，你们是也要回去了是吗？咱们下次再见，明天一定要来。好的，我们回见，拜拜，不送了啊。回见。看你这样就知道搞定了。所以来给你还愿的。这个红糖水，不舒服的时候喝点它，不要老喝酒啊。还有这个蓝宝宝，你给自己贴一个。自己偷偷一贴，反正你在里边站着，他们也看不着，别难看啊。哦，对了，佳佳，你不是说答应你一个要求吗？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一定给你办到。我的要求啊，就是要一片暖宝宝。这怎么行啊？你帮我那么大一忙，我不能这么打发你啊。要不这样吧，我照顾一下你店里的生意，
你挑一瓶最贵的酒，我请客。真的？真的。好啊。就这瓶吧，我们店最贵的3万多，开吗？不，我还没说开，你这不是强买，别，我没说开。行啦，没让你花钱，你那点工资啊，还不够买一个空瓶子的呢。我请你喝。瞧不起谁呀？我这有信用卡，我这张信用卡呀，能透支10万块钱。信用卡不是钱呢，小少爷，透支得还的。还到时候再说呗。100、200、300，停，好了，够了，我只喝300块钱的，啊，够了。什么味儿啊？有一股人民币的清香。哎，对了，今天你帮何大爷搞定办公室这事儿，他感谢你没有？谢什么呀？差点没跟我发火。哟，怎么还不知道感恩呢？我不许你这么说他，他是觉得擅自用别人的办公地点不好，他这个人特别有原则。再说了，他冲我发火，那是把我当自己人啊。你不知道我们家何大爷，只对自己人发火，从来不在外边吵吵。这有什么好夸奖的？这不窝里横吗？当然不是了，他冲我发火，那是想让我变得更好，变成他喜欢的样子。送你一句话：恋爱中的男人就是贱。这现在还没谈恋爱呢，等哪天谈恋爱了，我更贱。没救了。哎，你下来干嘛？我送送你。今天谢谢你啊！如果这事成了，我可给你提成。提成就算了吧，再说今天这事儿也歪打正着了。那你说要没有这件衣服，这客户估计也谈得成。再说了，我不是公司的形象代言人吗？我得施展一下我的能力。哎呀，一码归一码，反正我这个人呢是不喜欢欠着别人的。嗯，行，你说了算。你不是最喜欢别人欠着你的吗？那我什么时候说过了？上次买衣服的时候你说的呀。不是你这人怎么小心眼儿，眼睛小，心眼也小是吧？记仇。什么心眼小？我是把你说的话都放在心里边。该记的记，不该记的别瞎记。行。不过，今天在来的路上，我一直在琢磨这件事情，总觉得哪儿有点奇怪。不是谈成了吗？有什么可奇怪的？你没看那个新娘吗？一副不满意的样子。哎，这人家务事了。再说了，一场婚礼那么多细节，人家两口子有一些意见不同也挺正常的，别管了。行吧，你说的全对。那我上去了，你自己路上小心点。行，我看你上楼再走。真贱。再见。哎，明天还看家具吗？我上午9点来接你啊。算你聪明一回。拜拜。拜拜。您早安。没吃到吧？哎，我可提前说好了，一会儿少说话，看我眼色，学会装可怜，免得让那些街商坑。那你这买家具多少钱预算？5000。5000啊？怎么了？5000还嫌多呢？确实有点多，20都买不着。
逛家具城去。我逛了1个多小时了，怎么样？有没有看什么？我总觉得跟我们工作室风格不太搭。哎，你再给出意见呀。我觉得好几套都不错。哎，刚刚那套地中海多好啊，蓝色系的，舒缓适宜，吃饭办公都行。怎么样？先生眼光真不错，那一套啊是我们上个月刚到的新货，而且还有折扣，一套下来只要39999。我觉得差点意思吧，咱们又没有按地中海风格装修，你说白墙红框，再弄个蓝沙发，多土啊！亏你还是时尚圈的，不行，你怎么不弄沙子铺地下呀？哎，那套，就北欧风格那套。黑白灰那个，对呀，公司用多好啊！哦，那套也不错，刚好也有活动，一套要49999，还送一盏落地灯。我跟你讲啊，我觉得又呆板又土，你只得有点颜色，你才会看着活泼，让人心情好。你别忘了，我可是搞婚庆的，黑白灰多丧啊，性冷淡风。哦，那女士您要这么说的话，哦，那边有一套，非常的适合您啊。哎，看过去。适合我？什么？这一套啊，打包下来只要9999。哎，这套看看物价差不多。喂。哦，知道了。走了。嗯，走了。哎，不好意思。哎，怎么逛了半天不买了？怎么了？刚才好好的呢，家具不买啊？你说你跟你导购置什么气？咱来这儿不就图个便宜吗？我跟导购置什么气呀？跟他置气等于跟钱过不去。家具回头再说吧。哎，去昨天咱开会那公司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没事儿，有事也跟你没关系。要不我陪你一起去吧，要万一有点什么事儿，好有个照应。没关系，这是我之前的公司，又不是犯罪集团。你先走吧，也许待会儿我跟那些老同事们见面了，还能叙叙旧呢。别管我了，再见，拜拜。哟，来挺快啊！出去吧。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？知道啊，不然我就不会来了。知道就好。先不着急，来，咱们先看个电影儿，特精彩。怎么样？是不是个个演技精湛？配上你写的辞职信，是不是相得益彰啊？林总，有话你就直说，不用这么拐弯抹角的。这件事情，我确实做的不对，但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。既然干了，我就已经做好了东窗事发的准备。别呀，别着急认错啊！我认识的何大业可没这么谦虚。这女人要想在现在的世界上立足，那可要付出比男人多好几倍的努力。一般人不敢，可是你敢。
就冲你这敢于赴死的精神，我觉得挺棒的。可是才创业几天呢，就学会这偷鸡摸狗的本事了。林总，我们也在一起工作过，我什么样人也知道。确实，我进了公司，在这里谈了客户，没有那么正大光明。但是，我第一我没有耽误您的生意，第二我也没有抢您的客户。偷鸡摸狗这4个字儿，不太恰当吧？不恰当？不恰当吗？那我报警，说昨天晚上我公司丢了2万块钱。何大爷，我当你多大本事呢？我以前怎么教你的啊？我们干婚庆接单子可以无所不用其极，但是什么庙装什么佛，赚不了的钱别硬赚。我们干婚庆接单子可以无所不用其极，但是什么庙装什么佛，赚不了的钱别硬赚。只要我一报警，先不说丢没丢钱这事儿，这警察找你做笔录就够你受的了吧？还想把生意谈成了？刘丹和石涛那辆250，陪着你一块进去呗，我折腾不死你。您不能赶尽杀绝吧？要不是你到处散播我接私活这事儿，我也不至于找不着工作，我也不至于自己创业。那我总得活命，我总得想办法呀。还理直气壮的啊？无论是你接私活还是夜闯我公司，你沾脸吗？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，我就希望您别把石涛和刘丹牵扯进来，行吗？行吗？当然行啊！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追究，我大人有大量，你何大爷不是最不喜欢欠人情吗？我就是让你欠我的，看你欠我的人情，我特爽。我叫你来就是让你知道你没那么名正言顺，别一天到晚打着创业的旗号，净干些下三滥的事儿。谢谢。爷爷怎么不走啊？该不会是在等我吧？我不是怕你不好打车吗？我送你回去吧。行吧。其实不管别人说什么，你都不用太往心里去。要说有错，当天在场的人都有错，包括我，所以想开点。你这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你就乱安慰人。我是有点迟钝，但我不瞎呀。你从一上车就黑着个脸，就是傻子也能猜到因为什么。其实夜叉说的没错，我一直都不在乎别人说我什么。我觉得我人正，我不怕影子斜。但其实这几年，下三滥的事也没少做。哎，那时候我对你是不是挺像一个泼妇的？你可别这么说啊！还记得那天在马路边你跟我说的话吗？想要在这个城市里生活下去，你就得忍受这些。
而且我知道，有些时候啊，你也是身不由己。身不由己，这大概是天底下最好用的一个借口吧。哎，你想买什么？老板给我来一个橙子，然后再给我来盒草莓吧。一共是45块。你扫一下这个就行。好了啊，谢谢老板。谢谢啊。啊。你看嘴角都起皮了，得多吃点水果，补充点维生素 C 啊！别老想着工作，有的时候也得想想自己。给。谢谢。还吃别的吗？啊，不用了，上车吧。都看清楚了。当初离开我公司的时候，潇洒得很。现在呢，这要上个法制节目，演个小偷什么的，都能拿奥斯卡了吧？这就是下场，都看清楚了。石涛，这个你拿着，多 copy 几份，公司人手1份，就算公司福利了啊，当个警醒。对了，给我加段音乐，就是电影里面给小偷配的那种，越猥琐越好。嗯，拿着呀。都散了吧？姑娘，我们只给你搬到这儿啊。啊？那可不行，你得给我搬上去。我们后面好几家呢。我给你加钱。加钱也没用，走了。现在蓝领都这么不缺钱吗？哎，回来了。干嘛呢？哥，没事吧？我可听石头说了，夜叉把你怎么着了？是打你了还骂你了？不是谁呀，这么缺德，家具也不买好，就这么堆在这儿，多挡路啊！缺德的人在这儿呢。什么意思啊？我爸一朋友家里要重新装修，觉得这些家具跟新的装修风格不搭，就打算便宜处理了。我一想，咱们工作室不需要家具吗？我就全给拉过来了。给我的？当然了，这种雪中送炭的事儿，只有我干得出来。这沙发得是真皮的吧？废话，假的能做出这质感吗？你摸摸。不是这得多贵啊！我告诉你，我的预算只有5000，我连沙发腿都买不起。哎，张猛，去把那搬家公司车叫过来。哦。哎，师傅，站住！
瞧瞧你们俩这点出息，都说了是处理的了。刚刚说预算多少？5000。成交，搬吧。搬呀？搬。这么痛快，估计3000就行。嘿，真的假的呀？老板，这3件我能试一下。哟，帅哥的眼光就是不一样。你看，随便一拿那就是高端货呀，多适合你呀，是不是？姐给你包上啊。啊，行了，都要了。多少钱一个？哎呀，姐不跟你漫天要价，很少碰到像你这么有品位的人。而且你人长得又帅，哎呀，你看看这每件衣服上就好像写上你的名字似的，跟找到自个儿主一样。哎呀，姐就给你个实在价，抹掉零头，3件，姐就收你1000块，怎么样？哎，老板，便宜点呗，要不800？哟，这800，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卖给你啦，反正你是第一次来，姐就当是拉个回头客，以后常来就行啊。嗨，必须的。衣服给你。哎，好。那收钱了啊。哎，收。行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哎，下周4再过来啊。啊，都进新货。好。800，我上回怎么教你的？对半砍都便宜他们了。原地等着我啊。老何，我有急事儿，江湖救急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你不帮忙搬呀？这谁搬啊？你们俩搬呀！我一少女，细胳膊细腿的，哪搬得动啊？这不有猛哥呢吗？猛哥，你帮着搬啊！你太不靠谱了，刚想夸你几句。猛哥，帮个忙呗。猛哥，你快点儿！你干嘛呀？搬家！你说我干嘛？想哪儿去了？赶紧的！搬就搬吧，凶什么呀？哎，你说这么沉的东西，雇几个人几百块钱的事儿，非得自己搬？100块也是钱呀，公司刚开也不得省着点啊。跟你讲啊，等我们公司上市了，说几百块了，几百万，我都不眨眼。你先坐，先坐，先坐。疼吗？没事吧？没事，我有砸脸。哎，不用，真不用看，你快忙吧，我待会儿就好了。我这么倒霉啊！我陪你回去休息吧。哎，不用，我平时力气大着呢，我这些全能扛上去。那女人就在家里边好好看好家具，男人的活就留给男人来干。哎，不，你干嘛呀？你把我放下来！哎，不是，我的衣服没拿，多难看呀！快把我放下来吧！过来过去这么多人，手机。还有我的包在车上呢，真不是故意的。哎，你就把我放下来吧。你呀，就在这儿歇着，别动了啊！你在这儿把家具看好了，别动了啊！我自己来，你别动了。嘿，哇塞，张猛这名字没白起呀！你慢点儿。没事。你是不是傻？正品还要打2、3折当甩货卖的时候呢，8折买一堆假货，你脑子被门挤了吧？还不砍价？我上次怎么也算身教你忘了？老板娘一直夸我嘛，我插不上嘴。我要是碰到你这种人傻钱多还不还价的主，我连你8辈祖宗都能从火葬场夸回来，你信吗？
我都已经讲了800块钱了，你还让我怎么样啊？我又没还过债，对吧？你再说了，人家开一个店也不容易。你就容易了，啊？你一空少，天天什么空少？我开飞机的，我飞行员。行，飞行员，那更是了。一飞机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都在你手上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飞在天上，你就容易了啊？当然不容易了，我压力大着呢。那不就得了？你别小看还价，学问可大着呢，就跟追姑娘似的，你越上赶着人家，人家越不搭理你，你就得冷峻，人家才能死贴着你，还价同理，懂吗？懂了，我下次注意就行。下次还有下次，今儿我就给你长点记性。走，开车。干嘛去啊？要钱，快！这还能要回来吗？赶紧的。要不还是算了吧，还够丢人的。啊，行。搬家呢，这。哎呦，姑娘，你怎么在这儿躺着呀？别感冒了啊！哦，你这是搬家吗？我跟你说呀，这男人呐，谈恋爱的时候一个样，刚娶到你的时候啊，他又是一个样，等过了几年呀，可就变成另外一个样了。你呀，可得好好调教着。可不是嘛！我跟你说啊，就我们家那口子。当初结婚的时候，洗衣服、做饭，什么活都干。可有一回呢，我想着帮他的忙吧，你猜怎么着？从这以后，这所有的活都是我自己的。我跟你说，姑娘，这女人呐，千万不能主动干活，就不能赏他们这脸。没错，我告诉你，哎，我在家呀，什么都不干。我们家那口子，到现在我要吃西瓜都帮我把嘴给抠了。男人不能惯，姑娘听阿姨的，这以后你就得啊，你坐着他站着，你歇着他干着，这两口子过日子得一辈子呢。你这要是刚结婚这头1、2年把控不住，帮他干了活，我告诉你，这辈子你别想闲着了。就是，是吧？姑娘，你多大了？我29也不小了。你们两个什么时候结婚呀？啊，不是，我们俩不是两口子，我们是朋友。朋友？哦，朋友啊。现在这年轻人啊，就好这样。哎，这一边说的是朋友，一边啊早搬在一起过日子去了。姑娘，我说这话你别不爱听啊。这女人一过30啊，就开始走下坡了。就生孩子，将来最头大。你还是抓点紧。可不是嘛，这要是我们那年代，我告诉你，别说28、9，25没结婚，我告诉你，都不好意思抬头看人。不是阿姨，我们现在这年代变了，我们可以先立业再成家，而且女人要自强自立，我们要先顶住半边天之后再谈恋爱。你可不能有这种想法啊！我跟你们说啊，就我家闺女也是这样，什么要独立，不结婚，这哪行啊？哎。这女人的好日子就那么几年，将来你老了没人要了，这事业再成功有什么用啊？这身边一个陪你的人都没有，这将来多孤单、多寂寞、多难受，这日子怎么过呀？就是，这结婚、生孩子、有男人疼，这才是女人呢。对，阿姨，我觉得呀，你们说的全对，所以呢，我打算隆重的向你们介绍一下我啊。我呢是开婚庆公司的，就在咱们楼上。回头您女儿结婚啊，什么或者有朋友结婚什么的，都介绍给我。一看你们都特别适合保媒拉纤。还有，如果你们要结婚也可以啊，我打折。我们结什么婚呢？这下辈子。婚庆火的。
最近干什么去了呀？又不来我店里看看我？哎，你看我最近进的新货，好看吧？哎，帅哥，你别站着呀，随便挑挑呀。哎，好。不是，但你干嘛呢？一来闷不吭声的往那一坐。小点声，让人听见不好。我干什么了？我做什么事儿了，让人听见不好？你天天让我介绍朋友来你这儿买衣服，我介绍了，人也来了。好嘛你，3件短袖卖人800，这事儿我要嚷嚷出去，你还好意思和我一起喝酒吗？丹儿，你可真冤枉我了啊！我这的货你都知道，那都是原厂原价。得，蒙谁呢？就你进货那胖秃子，还是我给你介绍的吧？一件 T 恤净价16，你加个0，卖160都不带来找你的。你可好，3件卖800，你杀手杀到我这儿来了是吧？16就那一件，其他2件可都是检票货。要不这样吧，这帅哥我是认下了，我给他拿一张我们店的 VIP 卡，下次来。你跟我有下次，他跟我还有下次吗？但你什么意思啊？他跟你连我家都去过了，就这关系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哎呦，但你藏得够深了，你干嘛不跟我早说呀？不过这钱是退不了了，你也知道姐儿们开着店不容易，退钱能多晦气啊，是不是？要不这样，随便挑个顶尖货，挑3件啊？行啊，就这么定了，赶紧的，挑3件。哎，这3件我就真赔了的。5件你都赔不了，谁让咱是娘家人呢，对吧？那你就，就那个，这不行，这不行，行，这我就亏了，不行啊！就这么拿着，我们塑料袋也不要了，谢谢了。不是，丹儿，你不能亏姐们儿啊你。 3件呢？你别说，你眼光还真挺好的，这3件真都是原单的。哎，但我总觉得这样不太好吧？啊，忒狠了点儿。这时候心软了，他宰你的时候可没心软啊！先上车。我呀，就教训他一下，连我的人都敢宰，他还让不让我在这条街上混了？嚯！而且你放心，他亏不了。哎，那你刚才跟他那么说，那我下次不在了，你怎么办？我就说把你给踹了呗，正好树立一下我桃花不断的冷艳形象，你还多拿3件衣服，贼划算。而且我告诉你啊，以后你再来这条街上，你就得这么砍价，要不然他觉得咱们好欺负还怎么着？一家都不能。哎，你瞧，哥们儿这啊，情急之中还能挑一件这么漂亮的衣服。这是女装啊？啊，给你的，别沾你的光了。来，收货。谢谢啊。客气。我现在就可以试一下。哎，嘛呢？我好歹也是一男的，你考虑下我的感受行不行？你也不太好看，我都忘你在旁边了。行了，回家试吧啊！饭点了，吃什么呀？我想吃肉，还想去那种要收服务费的餐厅。要求这么高啊？行，我找找看。走着。
行啦，给，让你运动运动，就是想让你清清脑子。你至于往死了练吗？办法想到了吗？能有什么办法呀？我们公司那夜叉，自打何大爷进了公司就没跟他对付，这下可好了，总算是抓着把柄了。但其实这事儿吧，也怨我，要不是我出那馊主意，大爷也受不了那么大委屈。这事儿不怨你，主意是我出的，始作俑者还是我呢。再说你们家何大爷现在不是没事儿吗？说明夜叉还没有行动。你要真看不惯的话，把那视频删了不就得了？对呀，我把视频一删，这夜叉肯定生气，到时候他直接把我开除了，我名正言顺去大爷那上班。佳佳，你太聪明了，一肚子鬼主意。你这是在夸我吗？好了，办法也想到了，还继续练吗？练什么练？我3天3夜我都不想练。好了。这放这儿吧。哎呀，你说真皮沙发的味道就是好闻啊，全都是人民币的味道。你那儿好闻了。哎呀，我这腰都快累断了。哎，嚼下来。大不了我请你吃饭呗。行啊，吃什么好吃的？外卖呗。就吃外卖啊？外卖怎么了？店里有的全都能点，而且还有优惠券，算下来便宜不少呢。现在的人啊，都被这手机和网络给惯坏了。社会发展到今天，所有的方便都是必须的。你想想看呀，这人工作多累呀，下班一天下来还得吭哧吭哧的做饭呀。再说去店里吃饭还得排队，太麻烦了。外卖最方便。说白了还是懒。吃什么呀？给我来个麻婆豆腐。行，麻婆豆腐。哎，对了，刚才在楼下那帮大妈跟你说什么来着？能说什么呀？那些大妈还不都一个样，个个觉得自个儿是月老下凡。逮住个单身的呀，就劝别人结婚生孩子。那你没打算再找一个呀？跟你有关系吗？随便问。我不想结婚，婚姻啊，对女人来说就是一局困难模式的游戏，一路还得闯关打怪。你想想看，公公婆婆、老公外面的彩旗，半道上再生个孩子，还得为他披荆斩棘、担惊受怕的，多麻烦呀！光这些也就罢了，关键还得升级自己的装备。年纪越来越大，脸蛋呢还得越来越美，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吧，还得心眼越来越少。凭什么呀？处处小心，还得一个不留神就前功尽弃，太没劲。有时功夫赚点钱不好？哪有你说那么夸张啊？我觉得你是把婚姻给妖魔化了。是，你们男人当然觉得简单了，婚姻对你们男人来说就是一个简单模式。我跟你说啊，人活着本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，婚姻里边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。女人有女人的难处，男人也有男人的不容易。怎么着？你这个离婚的男士还对婚姻有憧憬啊？我觉得这事儿啊，就像我做模特一样，我在哪儿跌倒了，我就得在哪儿爬起来。那这么爱爬，我怎么还看你单身一个人？我是对婚姻有憧憬，但也不代表我就得立马结婚呢。行吧，那你就慢慢的往上爬，我得原地躺会儿。哎呀，你走了？啊，拜拜。哟，啥？又在加班了？这么刻苦？我入行晚，动作又慢，这公司最近这么忙，我不得付出点力量，是不是？那你就去出力了。好，我先走了，明儿见啊。
那椅子留给我吧，你不是脚不舒服吗？没事，我都好多了。喝点什么呀？啤酒、可乐，果汁、酸奶。不是你们2个人住，怎么买那么多的吃的呀？放得下吗？哎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等你以后有了孩子就知道了，必须要满足孩子各种各样的口味。哎，你说你平时这么抠，还带着金算盘，整天算计来算计去的，怎么还买这么多菜啊？哎呀，我多买点，咱们可以冻到冰箱里，明天吃啊，这样就省得有外卖费了。再说了，我多买点，显得我有诚意呀。诚意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，怎么给它量化呀？再说了，我能跟人家说我得有诚意，3斤重啊。你要是真想表达诚意啊，你就多请我吃几顿饭。行了，今天也算是万事俱备了。你看，我们接到了第一笔生意，然后又有了这么便宜的家具，关键没花钱就拿上来了。今天呢，主要的功劳都算你的，所以我代表我们公司感谢你。好，那我也祝你公司早日上市，什么时候去纳斯达克了，记得叫上我。纳斯达克，吃吧，饿死。说实话，其实我挺佩服你的。你说你一个女人失业了，不但没有自暴自弃，居然还创业了。不得不说啊，女人有的时候确实比我们男人强太多了。大多数女人呢，但凡有人疼、有人爱、有人宠、有人给钱花，谁愿意在外面闯荡江湖啊？关键就是好男人太少了，而且好男人都有女朋友了，像我这号的只能自个儿靠自个儿了。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可不同意啊！什么叫好男人少啊？分明是你们女人要的太多。你不能你们电视剧看多了之后，都希望自己身边的男人都那么完美啊？怎么可能啊？明明是你们男人要求高好吗？又得女人漂亮有身材，还得会赚钱能顾家。现在是男女平等的时代，就许你们男人有要求啊，我们女人也得要求要求啊。哎呀，还有一件事，我觉得我也得感谢你，就是谢谢你送我去公司，谢谢你没有多问，也谢谢你买水果。等等，你这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吧？这分明是3件事。哎呀，其实这3件事就是1件事，就是谢谢你的陪伴。其实我也不需要。你说你这么不相信婚姻，居然还会选择做婚庆，你不觉得这事儿特自相矛盾吗？矛盾啊！我喜欢婚庆行业。你想，别的职业大多数啊都是勾心斗角，踩着别人的尸体上往上爬，多血腥啊！我们这行呢，每天能够看着幸福美满，我自己也会高兴。再说了，每个女孩子心中都有一个完美的婚礼，而且是从她小姑娘的时候就开始酝酿。我能给她们完美的呈现出来，哪怕是几个小时，那也是美好的回忆呀。我觉得这是一个积德的事儿，而且特别有成就感。那你心里有没有那种理想的婚礼啊？当然了，我也是小姑娘呀。啊？不是，有点褶啊。那你当时结婚的时候实现了？女士们、先生们，让我们有请美丽的新娘步入神圣的婚礼殿堂。
什么？我是第一次结婚。废话，谁不是第一次结婚？好的，请大家落座。接下来是隆重而又庄严的时刻，请新郎新娘互相交换结婚戒指。啊，没事情。你说你以后要是不结婚的话，你的梦想就永远都实现不了了，你不觉得遗憾吗？不遗憾啊，我可以把我的理想放在别人的婚礼里，每个婚礼里面放一点儿，拼凑起来不就完整了吗？我聪明吧？哦，最近这么辛苦，多吃点肉啊。谢谢啊。看着干嘛？你也吃。哎，你觉得这吃相跟以前不太一样啊？这吃相和穿衣服是一样的，得分场合。我总不能穿着晚礼服去吃地摊儿，也不能穿着仔裤 T 恤的去参加晚宴吧？有道理。哎，怎么样？好不好吃？这么隐蔽的馆子，你怎么找着的？朋友介绍啊。哎，你知道吗？这家的红烧肉、鲍鱼、海鲜饭，隐藏菜单，限量供应，一般人根本订不到。全是营销手段。凡是东西加上限量俩字儿，价格就翻好几倍。这菜是挺好吃，但你看就这么点菜量，也就我今天不是特别饿，我要饿极了能吃10几盘呢。人家这叫物以稀为贵，真是又稀又贵。这家饭店千万别进军东北市场，为什么？容易被人掀桌子砸店，就这么着。你先吃着啊，我去打电话了。哎，啊？哦，嗨，忘了。你不会要跑单吧？说什么呢你？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这家餐厅不能刷卡，我身上没带多少现金，我这不是取钱去吗？你就说什么？嗨，我以为什么事儿呢？坐下，坐下，放心吃，姐有钱啊。收起来，收起来！别花了！大庭广众下你这多危险呀！知道你有钱啊？你带这么多现金干什么呀？我一姐们跟我说，钱放在卡上呢，就是一串数字，只有攥在手上，才能体会到钱的美好。抽香抽香的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这儿不能刷卡。不能刷卡？对，那只能现金支付。谢谢啊。现金？行了，那
我来付吧。嗨，你说我请你吃饭，让你付钱，这多不好意思啊！别不好意思，不算我请你，得还我，记得啊，还现金。啊，现金，不是你怎么带这么多现金啊？哎呀，你不知道这钱呀，放在卡里顶多是个数字，只有拿在手里呢，这才算是钱。你看，放在钱包里，钱包鼓鼓的。嗨，你说我请你吃饭，让你付钱，这多不好意思。别不好意思，不算我请你，得还我，记得啊，还现金。啊，现金，不是你怎么带这么多现金啊？哎呀，你不知道这钱呀，放在卡里顶多是个数字，只有拿在手里呢，这才算是钱。你看，放在钱包里，钱包鼓鼓的，多有感觉。笑什么呢？没什么。你怎么老看着我愣神儿啊？我这么好看吗？不是，因为我有个朋友跟你这姐们的理念还挺相像的。男的女的呀？不会又是你前妻吧？我说你以后跟我出来，能不能别随时随地都想到你前妻啊？我再怎么大方，我也一女的吧。看着老让人走神儿，也太伤自尊了。好，我以后尽量不想了。没让你不想他，你不跟我在一块儿的时候，你爱怎么想怎么想。真正忘记一个人，不是逼着自己不去想他，而是让不想他变成一种习惯。等到某天某个时刻，你突然想起来，哎，这个人我好久没想起来了。这才叫真的忘记。对了，等会结完账，你记得把钱转给我。我现在转给你啊。行，收吧。这么多哦，隐藏菜单玩呢？那多的我也不还给你了，下回我请你吃啊。你也不推脱推脱，就这么收了？你说请我吃饭的，本来就应该你付账，我凭什么不收啊？看来这人跟人还真是不一样。我以前跟我前妻。我以前跟他吃饭的时候，他总是抢着买单，拐弯抹角的骂我抠呗。哎，我可没这意思啊，我真的是认为这男的给女的花钱是天经地义的。你知道你那样，真的？你这么有钱呢？那以后这样，你随便花，爱怎么花怎么花，我吃点亏，全都给你赊回。行，赶紧吃吧啊，吃吧。这能不能再要一份啊？限量供应。吃吧。舒克，我是飞行员舒克。贝塔，我是弹手贝塔。小老鼠贝塔。哟，怎么来这么早啊？我告诉你啊，医生可说过，边看电脑边吃东西对胃特别不好。哎呀，我得补课呀，待会儿就要去跟他们见面了。我这到底讲的啥还不知道，我聊什么主题呀？哎，我
我说那天你跟人家聊什么呀？怎么突然就变成老鼠婚礼了？还是俩老鼠，多瘆得慌！什么瘆得慌？这主意怎么了？要没有这主意，你能接着这活啊？那我还试试呗。那可不。这时，屋里突然出现在。林总早。林总早。林总早。这我吓人。下午把电话给我。是。好，我一会儿弄啊。啊，可以了。这个我从没在网上调。石头，哎，快进来。来了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谁这么帅啊？没什么意思，视频就是我删的。石涛，你知不知道你这是非法闯入，加入侵他人隐私啊？你才多大岁数啊？一天到晚好的不学就学何大爷那些偷鸡摸狗的本事。够了啊！门是我开的，我放他们进来的，有什么事冲我来，别在背后说人大爷。还大爷的叫，啊，够亲切的呀，真是物以类聚。只要不跟您是一类人就行。那个辞职书我已经写好了，我没口红，就手写的，特别认真，也就不劳烦您开除我，那个还能给您省点钱。哎，啊对了，你这电脑里病毒太多，我给你把系统重新装了一遍，资料都给你备份好了，那里边玩意儿我也没有兴趣看。这是何大爷教我的传统美德啊！你们才是我公司的病毒呢！滚！同志们，从今天开始，我石涛就已经弃暗投明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各自珍重啊！我先撤了。好了。哎，对了，说到开业，你准备公司什么时候开张啊？现在这不是开演吗？这叫开业啊？人家开业都得放炮，然后舞狮子、开 party 聚人气。行，你那是迷信，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。哎，那不行啊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我给你参谋参谋啊。哎，23号不错啊，你看，初六、周六，66大顺。哎，但是没有周8，如果有周8的话，88发，做生意多紧。幼稚。哎，我说你们演艺圈怎么这么事儿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时尚圈的。有区别吗？我是老板。行，你是老板。什么人呀？进门都不打招呼。大爷，我辞职了。说什么我听不到，过来。我说我辞职了，我现在没地儿去，只能在你这儿待着。过来。让你呢？我让你辞职，你怎么知道我这儿招人？我谁要招你了？我下来。哎，停！2楼是我，你下来。我下来。凭什么他能在你这儿工作，我就不行？我年轻力壮，苦力活随便招呼。凭什么？你说。哎呀，我把视频删了。你说什么？
我把视频删了。就算我不辞职，那夜叉也得开了我，士可杀不可辱。大爷，我也是为了你好，你不能打我。为了我好，你偷偷进了别人的办公室，随便弄别人电脑，擅自删人家的文件。哎，如果那监控把你拍下来了，把你送到公安局，你可是有案底的人，知道吗？大爷，你是在关心我吗？关心个屁！我这是教育你呢。那你打，来打吧。我打。你打。我不打了。我知道你是自己把这事揽下来了，不想把我扯进去。但夜叉那人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抓着点把柄就把你往死了糟践。自从有了那视频，开一次会就让我们看一次，而且看一次骂一次。反正我受不了。骂我？你有什么好受不了的？就是因为骂你我才受不了的。反正我不管，我就跟你这儿赖着，反正我也没地儿去，我就赖这儿。你要愿意赖着你就赖着，反正我这儿没钱付给你。没钱我也干。这么贱？要想赖就赖。你给我干嘛去？对了，我去建强陆军，你把动画片看完了，告诉我什么意思啊？我也看，回来我跟你讲。你这倒水去。我给你倒水。我是公司的形象代言人，职位比你高。你高什么高？你去帮我倒。你是不是上次就跟大爷一块儿去公司那大叔啊？大叔？你是不是眼瞎呀？你叫他大爷，叫我大叔，我才比他大1岁。哟，还真没看出来，真想不明白。你说大爷怎么能招你这岁数员工啊？我这岁数怎么了啊？我这个岁数稳重，我这个岁数成熟，怎么了？是，老当益壮嘛。我警告你啊，千万别对大爷动什么花花肠子。我现在也是这公司，随时盯着你。行啊，你盯着吧，下班也别回家啊，我就住这儿。你住这儿？对，怎么了？大爷还包食宿呀？你告诉我，你跟大爷什么关系？大人的事儿，小屁孩别管。你说谁小屁孩呢？我23了，纯爷们儿啊！哟，23了，纯爷们儿。哎，你知道何大爷比你大几岁吗？我知道，怎么了？女大3抱金砖，他不就比我大出一堵墙来吗？再说了，在爱情面前，这点年龄根本就不算什么。我告诉你啊，大业是我的，你甭跟我抢，也不许喜欢他。我疯了，我跟你抢，我喜欢他。哎，我不讨厌他就不错了，还喜欢他，我真是老受尽吃砒霜，我找死了。你吃砒霜？那你吃砒霜，你吃去。你吃不是你砒霜，你吃砒霜，你不是吃砒霜吗？你吃。小玲儿，我都已经到了，你们到哪儿了？大爷姐，你能不能帮我劝劝陆军啊，让他放弃舒克贝塔的婚礼行吗？哪个女孩子愿意在自己婚礼上穿成老鼠的样子，连婚纱都不能穿？你说是不是？确实理儿是这么个理儿，但是这是你们俩的婚礼，我也做不了主啊。你不觉得你劝更有用吗？哎，我要是能劝得住，我就不麻烦你了。这陆军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我硬跟他提这事儿，他就跟我急。他平时脾气都挺好的，就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这件事情上特别执着。大爷姐，你们两个都是朋友嘛，你就帮帮我呗，说不定你说的话他就听呢。啊，行，我试试啊。谢谢大爷姐。那我今天不过去了，免得到时候他又以为是我在出主意呢。啊，行，我这边有事，我先挂了啊。好，再见。小玲呢？怎么你自己来的？他公司有事儿，我就自己过来。啊，对了，我做了一些方案，你先看看，有什么要不满意的，你提出来，我们这还能修改。你要不要喝什么东西？我去给你点。不用。你为什么非要用舒克贝塔的主题啊？王子公主不是挺好的吗？
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二？啊，不是，我只是个人喜好不同，但我觉得你不应该把个人喜好付诸在2个人的婚礼上，毕竟婚礼小玲也有份儿，你应该尊重她一些。大叶啊，我知道小玲在这件事情上情绪特别大，我俩谈恋爱到现在，我什么事情都听她的。女孩嘛，不就是希望男人多宠爱一点，多娇惯一点？对。直到上次你俩说到这个主题婚礼，我当时就在想，我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我不再是自由身了。结婚之前，我总得为自己做回主吧。不是，什么叫给自己做回主啊？那2个人的婚礼，凡事都应该有个商量啊。啊，你过瘾了，你没有遗憾，那小玲呢？你怎么不替她想一想啊？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喜欢舒克跟贝塔吗？因为每次看见，我都会想到一个人，一个我拼尽全力去爱过的人。他特别喜欢这个动画片儿，他说那2只小老鼠就代表我和他，我俩一起肩并肩跟黑恶势力战斗，一起飞到外太空，一起环游宇宙，没有任何事情能把我们2个人分开。可你们还是分开了，要不然也没小玲什么事儿了。你能不能醒一醒啊？现在是你跟小玲结婚，而不是那个人。你不能用你和小玲的婚礼去纪念别人吧？你这样是不是太自私？我承认这件事情我确实有点自私，但也不完全是你们想的那样。这场婚礼能不能就当做是一条承前启后的分界线，了却了我跟他之前的约定。婚礼之后，我的生活就跟过去再也没有联系了。哎，娄师傅。哎，大爷，怎么了？我问你个事儿呗。陆军他以前是不是有一个特别喜欢的女朋友啊？啊？我不知道啊。那你们不是哥们儿吗？你怎么不知道啊？好哥们儿又不是好闺蜜，俩男的谁在一起腻腻歪歪聊这些呀？不过应该没有吧？他没跟我提过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我就是问。哎，对了，他结婚那天我要飞啊，我可能去不了了。你一人能行吗？这有什么不能行了？我都办了多少婚礼了，没事啊。老师，谢谢你啊。你跟我客气什么呀？咱俩谁跟谁啊？啊，你高兴我就快乐啊。嗯，那行，我挂了啊。你高兴我就快乐。离开，也许能遥远的相爱，放开，只为了再重来，等待那一天和你相遇人海，带着幸福坠入你的胸怀。紫色的爱情是烟火，只有一瞬间的炙热，短暂的美丽变成回忆，都坠入伤心的河。只能遗忘那些经过，只能让眼泪慢慢流，只能带走这片蓝色的温柔。可怎么办呢？回来了。怎么睡这儿了？嗨，他都睡了3觉了，看了5分钟就睡着了。他不喜欢看。怎么了？
怎么蔫了吧唧的呀？走的时候不还生龙活虎的吗？动画片讲什么呀？就讲2个老鼠智斗坏人啊。有多铁？多铁，执子之手，海誓山盟，反正就劈都劈不开这种。你当时结婚是不是因为特别想结婚才结的呀？那肯定的呀。结婚肯定是2个人都两情相悦，怎么了？也不一定吧。是不是陆军跟小玲有什么情况？今天我跟陆军见面，你知道他怎么说吗？他说这老鼠婚礼不是为小玲办的，是为他什么前女友，还说这是他们之间的一个分界线。婚礼办完之后，他就跟小玲好好过日子。这事儿听得我怎么这么含糊呀？我这婚礼还办吗？哟，那这事儿你得跟陆军问清楚吧。不过，说实话啊，这婚礼就是一个形式。你说2个人结婚不就是为了能细水长流的过日子吗？只要2个人能日子过得好，比什么都强。所以你要问一下陆军，他是不是真心实意的要跟小玲过日子？我刚不是说了吗？他说，婚礼办完之后，就跟小玲踏踏实实的在一起。但问题是，你说小玲要知道这婚礼的意思是这样的，她还能把日子过好吗？其实日子过得好跟婚礼办得好不好没什么关系吧？哎，就跟我跟舒颖一样，我们俩结婚的时候办得可热闹了。你跟舒颖啊？嗨，我就是他第1任前夫，也是每次他结婚都到的人。我还以为他跟你说过呢。不是派出所的跟我说什么呀？咱们俩不就是在他婚礼上认识的吗？那你去哪儿啊？有事儿。那你不刚回来吗？大爷回来了啊？人呢？走了。不是，那你为什么不叫我呀？我怎么那么背呀？我怎么能和我客户的前夫？舒颖对我那么好，你说我算不算恩将仇报？我是不是太过分了？那是前夫，又不是新郎，怎么就恩将仇报了？再说了，就人舒颖30出头，30多岁就嫁了4回这破礼，谁会跟你计较这个？他是不计较，可我心里难受啊！你想啊，这就好比老师不能跟学生恋爱，医生绝对不能对病人动情是一样的。这哪儿一样了？哎，这婚礼本身就是单身男女的捕猎场，有多少陌生人在婚礼上看对眼了？你干婚庆这么多年，你还不了解？只不过，你这次的这个男性对象有那么一丢丢的。完了！哎呀，行了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放松啊！你不经常跟我说，人要往前看，没有过不去的坎，往前看，看，慢慢看啊！我先走了。哎，你最近怎么这么忙？忙什么呢？咱不说好了吗？只要完成工作，私人问题概不干涉。我还不能有点小秘密呢？走了啊！拜。不好意思，不是，你能不能有个平祥和的处理方式？你这不是……你要约我在庙里，我保证送着经出场。你给我送人家。没事吧？迟到了啊！
特殊情况，我一姐们犯原则性错误，跟客户的前夫搞上了，然后我就在家安慰她呢，所以才来晚了。你都说是前夫了，就不是什么原则性问题啊，随便勾搭，只要是真爱啊，甭管是客户的，就算是亲人的，我觉得也没什么关系。是，你还是别人前夫呢，我是为了勾搭你的吗？这什么意思呀？你这要跟大妈们抢着炒钻石还是怎么着啊？什么钻石呀？我一朋友结婚送他个礼物。新欢还是旧爱啊？男的。男的。哇，你接受范围够广的呀！行，不评了啊，赶紧给我选一选。先说小姐，请问需要什么吗？啊，对呀，就是结婚。结婚啊，我给你推荐这一款。你说这东西是不是有点太贵了？这个我们全国限量15枚，室内就我们店里有，而且就这么1枚。好看是挺好看的，这么贵，我觉得没这必要吧？小姐，结婚一辈子就这么一次，当然与众不同一点了。您看您先生长得这么帅，郎才女貌，要是结婚的时候配上这么1枚钻戒，简直完美。老公，你觉得好看吗？我觉得还不错啊。你要是觉得喜欢，我就买给你啊。送给我，我喜不喜欢有什么用啊？这不给我的，你跟你老婆结婚，把我叫来挑钻戒，你要脸吗？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呀？亏我跟了你这么多年。你怎么不说话了？是不是觉得亏欠我了？是不是觉得心里不舒服了？是不是觉得做的不对了？啊？你给喊什么呀？啊？要不是因为你长得像你姐，你以为我会看上你啊？要不是你姐死得早，有你什么事儿，对吧？你还说我姐，你还说我姐，你跟我演《甄嬛传》呢是吗？啊？谁跟你演《甄嬛传》呢？我还跟你演《那年花开月正圆》呢。快点！你可真够行的，你怎么想的词儿啊？啊！你戏那么狠，我不得来两句震人你，怎么跟你飙戏呀？你戏也不差，哎，我发现咱俩默契值还挺高的。你看见那导购了吗？吓得脸都绿了。真的，我没看，绿了。也该吓吓他，什么呀？一上来就拿7万多的戒指，把咱们当傻子了。哎，你当时不也挺喜欢的吗？我喜欢的东西多了去了，可能是因为我没收过戒指吧，也分不清什么好不好看的。你没收过戒指啊？真的假的？你这什么表情呀？好像我没收过戒指特丢人似的。又没人跟我求婚，我上哪儿收戒指去？哎，你看你这戏演的，眼屎都滋出来了。我眼屎又出来了啊！那你不早说呀？你等我啊！回来，给你再战沙场啊！哎，不急啊，慢点啊。买什么了？我买了根金条，可赏玩可保值，困难的时候还能变现。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实在是太难选了，还是真金实银最实在。可真够俗的。再给你来一俗的，来，拿着。是我的。不行，也拿。你说你一姑娘家的，怎么可能连个戒指都没收过啊？放心吧，这是银的啊，不耽误你以后收大钻戒。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，退了。我就知道你要这么说，200块钱拿着玩吧。再便宜的戒指，只要是男的送女的，就都代表了承诺。我可要不起。这个意义不一样。
这叫谢谢陪伴。嚯，挤2滴眼泪啊，来表示对我的感谢。你这样对得起我死去的姐姐吗？我这就送你去看你姐姐。准备的怎么样了？真是难为你们了，这么臭的衣服都能找来。这是我们的工作。那我一会儿还能带我的王冠吗？咱们试一试，一会儿把这个王冠戴到老鼠的耳朵上，能戴咱们尽量戴，尽量满足你的要求。那我一会儿真的要驾驶这个东西出去啊？这是你老公陆军的意思，他待会儿开飞机，其实还挺可爱的。我上回不是让你劝他吗？你们到底是怎么沟通的？为什么到最后还是这个结果？我喜欢卡通没问题，我也喜欢啊。有这么多的卡通，为什么偏偏是这么臭的老鼠？我问你呢，说话呢！事情已经到现在这个地步了，说什么都晚了。其实我觉得，婚礼是很重要，但是婚姻本身更重要。婚礼结束以后，两个人如何相濡以沫、执子之手，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。把日子过美了、过好了，其实才更强，不是吗？这完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你自己的婚姻搞砸了，是不是也见不得别人的婚姻好呀？你的那些事我都知道，要不是因为陆军建设的话，我是不会找你办婚礼的。要不是因为找你，才不会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小玲儿，你别生气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，生气就不好看了。这边是婚礼流程，你得仔细的看一下。有任何不明白的事情，就找我，或者是找现场的工作人员也可以。弄啊！别弄了，反正也看不见脸。叫你别弄了，给我滚！听到没有？滚！一切准备就绪啊，都 OK 了吧？都可以了。可以了。时间可以了啊，那准备了，各部门准备。5、4，音乐，灯光。开始！现在，一对新人驾驶着他们承载爱情的飞机
坦克面向舞台，正缓缓向我们走来。难怪新娘子的脸看着这么不爽呢，穿成这样，搁谁能宠得起来呀？咱们在座的大多数都是80后吧？是啊，这个还走。那都看过你说新郎还挺有创意的，你看那新娘脸臭的，哪是结婚的脸呀？婚姻大事，一辈子就这么名正言顺的走一次红毯，捯饬成这样，搁谁也高兴不起来。要我早就翻脸了。那接下来就有请那新人交换你们爱的。谁呀？那小流氓，你先别急啊，先别急。舒克，什么情况？我们曾经不是说好了吗？要穿着舒克跟贝塔的衣服，开着我们的坦克跟飞机，一起去浪迹天涯的。怎么俩贝塔？这人干嘛的？因为每次看见，我都会想到一个人，一个我拼尽全力去爱过的人。他特别喜欢这个动画片儿，他说那2只小老鼠就代表我和他，我俩一起肩并肩跟黑恶势力战斗，一起飞到外太空，一起环游宇宙，没有任何事情能把我们2个人分开。娟，这人是谁呀？芳芳，芳芳，我就知道，你肯定没有忘记，我也承诺过你的，要开着这个战斗的坦克，帮你击退身边的敌人。你还记得吗？我怎么可能忘？要不然也不会办这场婚礼。这不是我们当初说好的吗？对不起。不去。大爷，走啊！何大爷，跟我走，走啊！大爷，走啊！何大爷，跟我走。哎，怎么唱？你怎么跑了？哎，这怎么跑了？哎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陆军，你跑哪去？哎，你没事吧？怎么办？姐，现在怎么办呀？我哪知道怎么办呀？先上菜，先上菜。快，先上菜！哎，没事啊，没事。小心，没事，来，
事啊。何大爷，别追了！别追车，危险！别追了，是不是傻呀你？追什么车呀？你跟我回去，小玲还等着你，给我回去！大爷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何必呢？你知道一个婚礼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有多么的重要吗？你知道这是小玲从小梦想着、规划着、盼望着的吗？你知道她为了你放弃公主婚礼，穿上这奇丑无比的耗子服，需要多大的勇气吗？你就这么跑了，你是不是男人？我是对不起她，可是大爷，从我踏出礼堂的那一刻起，一切就已经回不了头了。我已经伤害了小玲儿，我如果现在因为愧疚而回去的话，那我也会伤害芳芳，伤害我自己，没有人可以幸免。这是你希望看到的结局吗？不管什么结不结局，有人受伤又怎么了？无一幸免又怎么了？我要的是一个交代。